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极端女权主义他们的理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说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而且大多数都是女性提出来的呢？那是因为男人在婚姻当中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女性在婚姻当中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在于怀孕生育这件事儿。这个事儿还不能用金钱来计算。他们说女性一定不能沦为给男人生孩子的机器。还有呢，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这些也是不能用费用计算的。所以女性照顾家庭带孩子做饭，那不就是个免费保姆吗？如果按照女性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创造的价值来讲，男性未必给得出这个价格。所以说聪明的男人会把老婆当成自己的宝贝，而且就根据目前这个结婚率而言，你以后有一个老婆你就烧高香吧别拎不清了。另外孩子生出来那也是跟男人姓那女性确实就是在给男人传宗接代吗？这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绝对就是不公平的。他们甚至认为不结婚不生孩子，有能力经济独立，有自己的事业，自强自立，不依赖男人，那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女性。虽然说我也是个女性，但是我必须说极端女权主义那就是一场阴谋，它宣扬女性觉醒和男女对立。那我就想问一问，如果你认为在家当全职太太就是给男人当佣人，那么你出去工作是不是就在给资本家当佣人呢？他让你认为在家帮助自己的丈夫照顾家庭，那是在被奴役，但是出去为雇主效力呢，那就是一个独立女性了。这个不是扯淡吗？生个孩子跟男人姓就对你不公平，那你可以加上你的姓孩子从你的肚子里出来的，以后要管你叫妈，那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吗？你说婚姻当中男人是最大的受益者，那到底体现在哪里你是给男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吗？还是给男人带来了情绪价值上的利益呢？或者说你是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利益吗？如果说你认为你赚的比男人多，你就觉得凭什么老娘要伺候你那这句话我们换一个性别来说那是不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男人比女人挣得多，那这个女人是不是就应该乖乖的伺候男人呢？所以极端女权主义它是自相矛盾的，根本经不起推敲。你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认识到在婚姻当中男女不应该对立，女性呢是否有自我并不取决于她是一个全职太太还是一个职业女性。其实全职太太是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的，如果你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的家人他也就能明白，那你的婚姻就不会出现问题了。所有的角色我们都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所以我们要让极端女权去它该去的地方，你们说对吗？最近又遇到了梦幻派的老仙女了来给我添堵39岁了长相身材确实保持的还可以，但是这一根筋的思想真的是要把你给气吐血。人家觉得自己可美了，别人都说自己看上去才28、9岁，他自己一年也挣100多万就是这个原因。他说找个跟自己收入差不多的，或者能力比自己更强的，他觉得不算过分的这个要求。可是我觉得他的要求已经要上天了。为什么？我们给他介绍公务员，他嫌人家挣得太少了；我们给他介绍公司的高管，他又说人家太忙了，天天要加班，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给他介绍个公司的老板呢，他还是不满意，不是身高长相不过关，就是行业性质不喜欢，最后各个方面都合适的，他又说见了2面没感觉，还说男生不主动，总是自己找话题，520那天什么表示都没有。最后真的是要气死人这不我们又给他推荐了一个40多岁的离异男士吗？公司的老板他突然就变脸了，说年龄这么大了这还是离婚的，这个岁数一年才挣200万，那我图他啥呀？难道我图他的老，图他的离异的？你们说是不是无语我真的是很想问一问，那你嫌人家老你不老吗？你都出来相亲了，到底有没有带脑子你都多大岁数了，还非得怀揣一颗少女心，要找什么感觉？我真的不是打击你们相亲见面就没有几个上来就有感觉的。有这种思想的人，你相再多都没戏的，除非你的颜值很高，对方的颜值也很高，你们俩看一眼荷尔蒙就开始蔓延了。相亲能一见钟情的，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真的就没有见过几对。还有你都走到相亲这一步了，年龄都这么大了，
你还有小女孩的优势吗？你就别想着男人还会对你鞍前马后啊，还特别的积极主动，给你送花送礼物讨好你了。人家既然是优质男人，那干嘛非得找你啊？你还想着人家得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要有仪式感，什么矜持慢热，你一样都没落下啊。要真的是同样都有这些要求的两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要是能满足，那人家干嘛不选一个年轻的呢？你说是不是？你看评论区的男人来说说呗，你们是怎么想的？双方都带孩子能重组家庭吗？我的个妈呀，问这个问题的你有没有带脑子啊？重组家庭得到幸福的几率非常的低。我在这儿说点内幕，先搞清楚重组家庭那是指两个家庭的重组，而不是两个离异单身男女的简单组合。如果你们各自都带个娃，那你是后妈，他是后爸，特别是带两个男孩的，那女人你从此就得伺候3个爷啊，生活变得像渡劫一样，明白吗？别被那些小视频演绎的和谐给成功忽悠了啊！你信不信你儿子会觉得你眼瞎，怎么你看上了他？他儿子会觉得你破坏了他的家。这个男人是他老爸，怎么能成天跟你幸福恩爱？他会想他的老妈。这老男人会合计，你儿子天天吃他喝他，也不叫他爸，付出都是打水漂，何必那么上心替别人养娃？这女人也得合计，为啥你挣的钱都给你的儿子花，那我得联系孩他爸，再多给点补贴，不能让孩子受了委屈。男人也得联系孩他妈，多给孩子点母爱吧，别人的爱始终不如亲生的。这个时候女人你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白搭，可能你还得带着孩子寻找下一家，这个就是大实话。这也就是重组家庭的命运你们所有的家庭矛盾几乎都来自孩子和钱，你们真的逃不了各怀心思同床异梦的。想找到和谐和幸福，恐怕比登天都难。你想象中的美好都会被现实彻底打得碎碎的，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的战胜人性，活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把重组家庭过得活色生香的，太难了，那得需要很高的智慧的。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女人你要想明白，选择重组你就要更加的独立，内心要更加有力量，不管你是在精神上的还是在经济上的，对对方所有的依赖都会让你更加的艰难。而男人选择重组呢，你就得放弃那些小肚鸡肠的算计和不尊重，否则你估计也只能继续带着孩子自己过。所以重组要谨慎，选择要明智，你们说对吗？女生你别总是奇怪现在男生谈恋爱不积极说人家好像都不想谈恋爱，都不想结婚的样子。其实他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他只是不想跟你谈恋爱结婚因为现在有好多的女生谈恋爱她这个恋爱观不太对。男生主动就说人家是舔狗跟你讲道理呢，说人家 PUA 你，谈未来呢，说在给你画大饼，张口闭口要找1.8米以上的以前送个花都觉得很浪漫，现在动不动就是大牌奢侈品，不然都不配做你的男朋友。以前呢过个生日都很珍贵，现在呢恨不得天天都过情人节。虽然我也是个女人，但是我都觉得现在的男生挺难的。现在的女生就是你不找他，他就不找你你主动呢，他就可以跟你聊聊，然后如果你对他冷淡的话他也就不愿意理你了。其实现在的男生真的挺累的，甚至有一些女孩子她就是不那么爱这个男生的，她就是把人家当做一个供养者，一个免费的劳动力，最后呢还得忍着哄着捧着安慰着，到了最后他如果遇到个喜欢的就跟别人跑了，男生呢落一个一无所有，没有结果，他们当然受伤了。有个男生说我已经单身3年了，我觉得可能是现在这个恋爱环境对男生是不太友好的。现实生活中包括网上一直都在教男生你要如何去讨好女生谈恋爱的时候呢，让男生不要对女生生气甚至呢不要去跟女友讲道理，结了婚你就要好好认真挣钱养家了在老婆面前低声下气的才是好男人。说实话如果我是个男人我也会被劝退的。你就别说结婚了，谈个恋爱我都不想。为什么男生越来越不主动对吧？每天工作很忙，没时间精力再去哄女朋友的。你要是很喜欢一个女生都不用去追她，就不应该去追女生。爱是双向奔赴的，单方面的追求不合理。你喜欢的女生，她身边也不缺乏对她好的人，
你应该用你的闪光点去吸引他，而不是你一味的去讨好他啊。如果你没有明确一个女生是不是喜欢你，那你就付出那些东西，只会让她觉得反感，觉得你在纠缠。而且呢，现在的女孩子啊，谈恋爱首先看条件，你要是根本就不符合人家条件的话，就算你花光了所有啊，你也就是个舔狗。所以呢，为什么还要去追呢？太多女生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消费需求都很高，但是呢，真正自己买单的女生少之又少，大多数都是转向男生啊，获取代表着爱的各种商品。男人就是一台供养机器，而且还被很多的情感博主啊亲切地称之为饲养员，他们几乎成为了一个提供物质的工具人，不必在乎感受和需求。可是男人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女人和家庭，大多数男人根本就不在意自己到底有没有钱，因为自己也不需要花多少钱。大家都知道啊，现在赚钱有多难，一个男生省吃俭用的给女生买几百块钱的口红或者化妆品，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甚至还会被女生嫌弃啊。那既然自己又算不上什么高质量的男性啊，干脆躺平得了。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生存都很艰难，哪还有多少闲钱啊去讨好女生呢？一边是扛着付出的经济上的压力啊，一边呢又是被资本洗脑的人。理性点说啊，男生还有什么动力和资格去追求爱情呢？所以我们还不如集体觉醒啊，结束这场游戏才是唯一的选择。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啊，别忘了点个赞讨论一下哦。就怕遇到这种女人，开口就要找什么都比自己好的，收入比自己高，长相比自己好，学历、家境、资产啥的都得比自己强，自己呢要啥没啥，就是性别女没了。他完全没有一个准确的自我认知，你配不配得上这样的男人？你能给人家带来什么？就最近啊，我这来了个离婚的女人，87年的，自己带了一个孩子6岁。她前夫呢自己开公司做工程的，经常出差，但是家里没让她缺过钱花，也算得上是个有钱的人家了吧。结果啊，这好端端的婚姻她非给作没了，说前夫没时间陪她和孩子，常年在外，自己特别没有安全感，老公信息回慢了她都觉得有问题。就这么着非得要离婚，得了一套房子和一辆车，带着孩子自己过了。现在呢，她想给孩子再找个爸，就开始相亲了。话说吧，她长得还真是不赖啊，挺漂亮的。可是她提的要求啊，那真的是，就你们外行的人来看看，估计都知道她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她说啊，她现在带孩子没法出去上班挣钱，为了不降低生活质量，所以呢，她还是得找一个做生意的男人，至少1年得挣500万以上的。她说不能委屈了孩子，所以呢，不能接受比她前夫差的。另外，最好呢还有点眼缘，然后自己是有房有车的，对方的资产至少都得是自己的1倍以上，总不能结了婚住在我的房子里吧。另外就是她觉得自己年纪也不小了，不想再生孩子了，对方最好是没有孩子或者不想要孩子的那种。那我听她说完这话之后，我就跟她说啊，那其实你需要的这种收入状况倒是有的，
我这里还真不少，但是不想要孩子的男人几乎是没有的。你还是要把这个条件降一降的。我这儿呢倒是有一个80年的老板，年收入大概500万以上，资产也有好几千万，但是呢他有一个5岁的小孩，但是跟着前妻的。这个男士呢个子不太高，也就168的样子，外形可能就比较一般长的，你看一下可不可以？他马上就不高兴了翻着白眼就跟我说，我就跟你说了嘛，有孩子的我是绝对不考虑的。还有我前夫的身高是1.8米，你怎么能给我找一个168的呢？不行不行这个肯定不行，你看看还有别的吗？就在这个时候旁边一直在听我们说话的另外一个姑娘就凑过来了。她跟我说，红娘老师这个男士条件还真是不错，能介绍给我吗？我今年28岁，未婚，我不介意他离过婚有过孩子，你看我行吗？这个时候旁边这位离异的女人真的是一脸懵一脸的尴尬。她肯定万万没有想到竞争对手就坐在她的身边，还比她年轻漂亮，而且人家还是个未婚的。你们说说，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男人，是会选择一个离婚的女人，还是会选择一个未婚的女人？
值观就会扭曲的，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就离婚了。你们说对不对啊？